今天我们带来了华为的鸿蒙 OS、Harmony OS 今年10月底，华为正式向用户推送了鸿蒙 OS 开发测试版。虽然其正式版本还要多等一段时间才会到来，但是很多用户已经能够切身实际的体验到这款备受期待的国产系统了。那么，与华为手机之前搭载的 EMUI 或者说是安卓系统相比，鸿蒙 OS 有哪些优势和不足之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花粉们应该弄清楚，鸿蒙系统还处于测试阶段，只不过是由内测变成了公测，华为对它的布局还没有到收尾的时刻。但是根据整体体验来看，首批升级鸿蒙的评价已经出炉，那些参与了测试过程的用户对这款系统有不同的看法。在此之前，由于某些爆料内容显示，鸿蒙 OS 与安卓的操作逻辑和方式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还能适配安卓应用，导致很多花粉都觉得鸿蒙只是安卓的换壳，与其他厂商的 UI 界面大同小异。然而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鸿蒙系统的设计思想与安卓完全不一样。华为采用了微内核的设计方式，使得鸿蒙 OS 的实际表现比安卓更好。据了解，大部分已经升级了鸿蒙 OS 的花粉都表示，无论是流畅度还是安全性，亦或者是界面简洁程度，鸿蒙 OS 都领先于安卓，日用体验可以用完美来形容。而鸿蒙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优势，就是因为华为独特的设计理念。鸿蒙 OS 所占用的系统内存大约比之前的 EMUI 少了1个 G 左右，自然会变得更加好用。可以说，鸿蒙这项华为历时8、9年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如今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花粉们也没有白等。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鸿蒙 OS 初登场虽然好评如潮，但也有一些差评，而且这些差评很真实。由于目前鸿蒙 OS 的用户总量还不是很多，所以差评也只是指某些方面，并没有覆盖到整体表现。花粉们可以借此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首先，鸿蒙 OS 的第一个差评就是首批适配机型的数量不够多，只有华为最新款的手机才有机会接收到推送通知，例如 Mate X2 和 Mate 40系列等等。对于鸿蒙 OS， 所有花粉都很关注，但持有华为新机型的用户并没有那么多，他们也想体验这款系统。但华为这么做也有自己的道理，毕竟现在推送的只是开发者测试版，鸿蒙 OS 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完善，才能升级到正式版。而据华为官方消息显示，等到今年6月份，鸿蒙 OS 正式版就会全面上线，届时90%以上的花粉都有机会更新。其次，鸿蒙 OS 的第二个差评是生态建设不够成熟，有些应用无法很好的适配，这是一款新生的系统必然会出现的问题。花粉们应该理性看待，因为鸿蒙系统才刚诞生，虽然适配了部分安卓应用，但是与真正的安卓系统相比，肯定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好在华为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有了安卓和 iOS 这2个前辈的经验，相信鸿蒙 OS 的生态建设很快就会逐步完善，花粉们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最后，据有些用户表示，鸿蒙 OS 哪都好，就是优化和卡顿问题会影响到正常的使用。这其实同样是安卓和 iOS 的缺点，任何一款操作系统都避免不了优化和卡顿问题，需要长时间的测试才能慢慢改善。鸿蒙 OS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以上就是关于华为鸿蒙系统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大部分花粉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以后华为也会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改进。希望接下来鸿蒙 OS 的测试工作能顺利进行，弥补自身的短板，并加强优势，只有这样才能慢慢实现取代安卓的目标。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和转发。